一柄标榜古树的普洱生茶，价格可能比一般茶高出好几倍。照理说，送进实验室之后，它的儿茶素，还有其他的黄酮类成分，应该都要胜出吧？但第一张化学成绩单就让人意外，在检出的40种黄烷醇当中，有38种在古树茶组的平均含量较低，连绿茶广告常提到的那个明星儿茶素 EGCG 也没有出现大家预期中的优势。等一下，花更多钱买古树茶，结果连大家熟悉的明星成分都没有比较突出，这听起来真的很像信仰破灭。确实，但研究中有个很特别的发现，古树茶组在香气与鲜味评分以及2项体外自由基清除试验中，表现反而高于台地茶组哦。哇，那真正把两组茶拉开差距的到底是什么啊？团队用高解析度质谱仪鉴定出305种成分，其中有117种呈现主要差异，而最突出的一项，两组含料甚至相差了大概638倍。欢迎来到茶学笔记。这次我们要追查古树茶的高价背后，究竟有多少是实际测得到、喝得到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由树龄标签带来的想象？在公布那个638倍的答案以前，我想先确认一下，研究团队拿来比较的真的是古树茶和我们常说的台地茶吗？这篇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化学》Food Chemistry 的研究，把其中一组称为千年古树普洱茶组。这3款茶样都来自于南临沧邦马大雪山，并由当地茶厂制成散茶。了解。那另一组对照组呢？论文把对照组称为生态茶树普洱茶。作者描述这些茶树是人工成片种植的，并且为了提高产量而经常修剪和采摘。这样听起来，这种种植方式跟茶界通常讲的那个台地茶差不多吗？没错，按照论文描述的栽培形态，确实可以视为我们通常所称的台地茶，所以我们后面就简称它为台地茶组。好，不过茶终究还是要喝嘛。这2组茶，品评者真的喝得出差别吗？有的，研究找来20位具有茶叶品评经验的人员，分别替香气、鲜味、苦味、涩味还有酸味来打分。哦，结果有什么很明显的差别吗？盲测结果显示，古树茶组的香气、鲜味还有苦味分数都比较高，酸味也稍高一点，但涩感反而比较低。等等，所以古树茶其实更苦咯，那怎么还会被认为风味比较好啊？因为苦味强不强和这个苦喝起来舒不舒服，其实是2件不同的事。研究作者把这种苦味较高但涩感较低的组合，解读为一种较愉悦的苦味。愉悦的苦味，就像是高纯度黑巧克力那样吗？虽然苦，但跟食物烧焦后那种只剩刺激的焦苦感受完全不一样。这个比喻非常好，对，就是这种感觉，它是有层次的。不过味觉毕竟还是很主观啦，只靠20位品评者的感受，真的足以说明这2组茶的不同吗？当然不够，所以研究团队没有只停留在感官评分，他们进一步用高解析度质谱分析，从化学层面去追查2组茶的差异。那仪器最后到底找到了什么线索？就像前面提到的，研究鉴定出305种成分，然后透过差异倍数与统计标准，筛选出117种主要差异成分。可是你前面有说，古树茶组多数熟悉的明星成分反而比较低，那它的体外自由基清除结果怎么会更高啊？研究使用了 DPHH 和 ABTS 2项体外试验，结果显示，古树茶组在这2项测试中的自由基清除结果都显著高于台地茶组哦。这就奇怪了，熟悉的成分比较少，结果反而比较好。那在这117种主要差异成分里，还找到了哪些关键线索？我们先从鲜味来看，研究鉴定出23种游离氨基酸，其中有19种在古树茶组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茶氨酸，古树茶组大约是台地茶组的2.11倍。哦，茶氨酸本来就和鲜味有关嘛，所以这很可能就是古树茶组鲜味分数比较高的原因咯。没错，茶氨酸确实很可能是它鲜味分数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解。
不过2.11倍虽然有差距，但离你一开始说的638倍还差得远耶。那个神秘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在这些差异成分里，最突出的一项来自另一类酚酸，也就是咖啡酸。咖啡酸听起来跟咖啡因只差一个字耶，它们是同一类东西吗？完全不是哦，咖啡因是会刺激中枢神经的生物碱，而咖啡酸则是植物中的一种酚酸。原来如此，所以两者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它们的作用完全不同，绝对不会因为名称里有个咖啡，就以为咖啡酸也具有咖啡因那种提神的作用。好，那咖啡酸到底有什么作用？为什么研究人员会特别去注意它？咖啡酸最容易理解的化学特性就是帮助清除自由基，它可以减少自由基继续引发连锁氧化反应。所以它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那种抗氧化成分，对吧？可以这样理解，咖啡酸在相关研究中确实展现出清除多种自由基的能力，而且细胞与动物研究也曾探讨过它对发炎反应的调节作用。哇，所以当两组茶的咖啡酸含量相差大约638倍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成为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了。是的，那这个638倍换成实际含量到底是多少？台地茶组每公斤大约只有9到10毫克，但古树茶组的3款茶样测到的是每公斤约6162到8294毫克。哇！研究计算后发现，两组的咖啡酸含量相差约638倍，一边不到10毫克，一边超过6000甚至8000毫克，这差距也太夸张了。第一眼真的会怀疑是不是小数点看错了。没错，所以研究团队还用纯度超过99% 的咖啡酸标准品进行定量确认，减量线的决定系数达到0.9988，所以不是误差。对，这个巨大差距不是光靠初步质谱讯号推定出来的。既然这么明确，那两组茶的咖啡酸含量相差约638倍，是不是代表古树茶的品质也高出638倍？不是的，638倍只代表这两组茶样中的咖啡酸浓度差异，不能直接换算成好喝程度或售价。那古树茶组体外清除自由基的表现比较好，咖啡酸是主要工程吗？它可能是重要线索之一，但茶叶里还有其他酚酸与多种成分。了解。所以最后呈现的体外自由基清除结果，反映的是整体化学组合，不一定是咖啡酸单独造成。所以咖啡酸是这次追查中最醒目的线索，但不是唯一的解答。对，而且这里测的是试管中的自由基清除能力，不能直接把它想象成喝下去以后体内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或抗老效果也会跟着放大638倍。毕竟人体比较复杂嘛。没错，因为进入人体后还会受到消化、吸收、代谢与实际饮用量影响。的确，那除了咖啡酸，研究还找到了什么？研究还推定检定出33种强基肉桂酸锁酚酸，其中10种可能是先前未被报告的结构。听起来很厉害耶，那能不能说古树茶多了10种具有特殊保健作用的新成分？现在只能说研究找到了10种可能的新结构，至于它们是否具有特殊保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那这些成分能不能解释茶友常说的茶气或舌底鸣泉，也就是舌下持续生津，像有泉水涌出的感觉？很可惜，这篇研究并没有直接测量这些主观的感受，也没有把它们对应到特定的成分上，所以我们还不能说科学已经破解了这些比较玄的品饮现象。好吧，那我们回到比较实际的问题，既然咖啡酸差了638倍，那以后我们只要把茶拿去测咖啡酸，就能判断这是不是真的古树茶吗？目前还不行，因为这项研究只比较了3款古树茶和3款台地茶，它的样本数与涵盖范围还不足以去建立一套通用的验证标准。除了树龄之外，这两组茶还有其他差别吗？有的，古树茶组来自邦马大雪山，并制成散茶，而台地茶组则是3款市售的茶饼。这两组的原料来源、茶样形态，甚至可能不同的加工与保存历程，
都可能影响最后测到的成分。等一下，那研究团队有没有重新替这些茶树去做独立的树龄鉴定啊？没有，论文是依照茶样来源资料所提供的推定树龄来分组的。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比较化学特征，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树龄鉴定试验。这样的话，那这篇研究会不会就没有参考价值了？当然不是，至少在这6款茶样里，古树茶组和台地茶组在品评结果与化学分析上，确实都呈现了显著的差异。只是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差异是不是完全由树龄单独造成的，对吧？完全正确。所以咖啡酸相差638倍，它比较像是一个化学指纹，但还不能当作古树茶的出生证明。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就像一个人的口音可以提供他来自哪里的线索，但你却不能单靠口音就直接判断他到底几岁。那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到底要怎么判断一饼古树茶值不值得那个昂贵的价格？建议大家别只看包装上写的什么300年、500年或1000年，最好是先买几款茶样，用相近的茶量、水温和浸泡时间，自己分别冲泡看看。也就是亲自去感受。对，去注意它的香气是不是干净，苦涩能不能很快化开，以及泡了几泡之后茶汤会不会很快变薄。测试完这些，再决定你要不要花大钱买整饼。所以说到底最后还是要回到你自己喝不喝得出那个差异嘛。没错，关键从来都不是故事说的多漂亮，而是茶汤实际呈现出来的差异，对你来说到底值不值得那个价格。追查到这里，这项研究确实帮我们找到了喝得到也测得到的科学差异。不过大家要记得，咖啡酸相差638倍，并不代表品质也高出638倍，或者是喝进人体后的效果也会直接放大638倍。没错，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化学线索，但目前还不能成为通用的古树茶验证标准。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饼标榜100年甚至是1000年古树的昂贵茶叶时，不妨先问问自己，你多付的钱究竟是买到了茶汤里真正喝得到的差异，还是其实只是买了包装上的树龄数字？这里是茶学笔记，用科学的角度理解一杯茶，也替每一个漂亮的古树故事保留必要的怀疑。我们下次见喽！